谁能想到朝鲜竟然真的造出了全面覆盖美国任何城市的洲际导弹，美国也是第一次直接暴露在朝鲜的核威慑下。特朗普以后和朝鲜谈判可能要冷静点了。大家好，我是金枪鱼，今天咱们就来聊聊朝鲜阅兵式上首次亮相的全球最大陆基固体燃料洲际导弹火星20。这让特朗普都坐不住的大杀器到底牛在哪儿？首先肯定是它的超远射程。火星20采用了碳纤维复合材料发动机壳体，在减轻40%重量的同时，推力反而提升到了惊人的200吨，直接碾压俄罗斯白杨 M 的150吨和中国东风41的180吨，仅次于美国已退役的和平卫士导弹。要知道，推力越大，导弹就能获得更高的速度和更远的射程。据朝鲜的宣传，火星20的射程已经达到了15000公里以上，从平壤到华盛顿的直线距离大约11000公里，到纽约大约12000公里。这可是意味着，如果从平壤发射，导弹可以轻松覆盖美国东西海岸的主要城市，包括华盛顿。美国也是真正意义上第一次暴露在了朝鲜的直接核威慑之下，或许会彻底改变美朝在谈判桌上的筹码。你说特朗普还能坐得住吗？其次是火星20的快速反应能力。朝鲜这次采用了固体燃料发动机技术。固体燃料和液体有啥区别呢？液体燃料导弹需要好几个小时加注燃料，就像慢火炖老母鸡一样，需要耐心。但是火星20的固体燃料需要15分钟就能完成发射，简直就是微波炉热菜，又快又方便。而且结合朝鲜多山的地形，导弹可以在境内非常好的隐匿自身，大大提升了生存能力和反击的突然性。再配合上那个无比拉风的11轴22轮巨型发射车，火星20基本可以实现随时待命，随时发射。这里插一句啊，韩国对朝鲜武器发展还是很敏感的。上个月韩国媒体就报道过关于火星20发动机的事儿。当时朝鲜针对新型大功率固体燃料发动机进行了地面点火试验，韩国就已经预料到这款发动机应该是要用于火星20。接下来啊，咱说到火星20的第3个优势，就是多弹头突破防御体系。传统单弹头一旦和火箭分离，基本就遵循一条固定的抛物线弹道飞行，非常容易被反导系统的雷达计算出它未来每一个时间点的位置和速度，甚至不需要追，只需要在它必经点上等着它撞上来就行。但是火星20的分导式多弹头，就像母汤在太空天女散花，释放多个真弹头攻击不同的目标。根据专家的猜测，火星20很可能具备携带5到10枚分导式核弹头的能力。而且最让人抓心挠肝的是，弹头在飞行过程中可以进行小幅度的机动变轨，完美解决了传统单弹头缺乏有效欺骗性的缺点。这也意味着朝鲜现在不光能打击到美国本土，还能更有效突破导弹防御。最后，火星20的第4个优势就是配套的发射车强大的承载能力。中国和俄罗斯的车载弹道导弹发射车轮的数量都比较少，最多也就是8轴。俄罗斯的洲际导弹发射车需要适应西伯利亚和东欧稀烂的路况，所以就比较看重越野能力。而中国需要让导弹发射车跑高速，所以得考虑匝道上的拐弯问题。但是朝鲜的公路就比较简单了，不需要高速转弯，也不需要复杂越野，所以就大幅放宽了对弹道导弹发射车尺寸的限制。它的11轴设计让它的承载能力大幅提升。要知道，它要驮着的可是一个长度超过2.7米、直径接近3米的巨型导弹。它有8个动力轴，中间还穿插3对承重轴，这种组合保证了发射车在承载巨大重量的同时，仍然保持一定的转向能力。虽然这种超大型发射车在多山地形中的机动性受到一定限制，只能依赖少数主干公路机动，但配合朝鲜特有的地下动库设施，依然能实现打了就跑，极大提高了生存能力。当然了，说完它有多牛，还是不得不说，从展示到真正拥有可靠的战斗力，朝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金正恩和特朗普的博弈还有很多要素考量，但不管怎样，未来火星20的全程试飞实验一定将会是全世界瞩目。好了，这一期视频说到这里，你觉得之后的半岛局势会因为火星20而彻底改变吗？